阿用你来了，你的电池到了。大家好，我是阿用，我是阿迪。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 Motobase 出的一个全新的 Hybrid 的电池。Motobase 这个厂商呢，可能很多人会比较陌生一点，但它其实是美国的一家很优质的一个电池的制造商。那它专门去卖很多的各种不同的机车的电池，甚至充电器或者是电池测试仪器的相关的配备。那它在全球呢，有将近50个国家的代理商，而且呢，它拥有最佳的 AGM 电池的制造技术，而且多项的世界设计专利，而且它同时是美国摩托车工业理事会和国际电池理事会的成员。但是我觉得最屌的是，它还是荣获美国 AMA Pro Racing 赛车协会作为官方比赛电池唯一的供应商。那我本身呢也是这个品牌的爱用者，所以这次很高兴能够得到Motobase 台湾的总代理诚毅国际这边赞助了一颗 Hybrid 的电池。那因为呢我本身我的车子现在都已经是 Motobase 的黄色电池。那比如说像我的以前的 MT-09、MT-15，还有现在的 R1， 我现在都是使用 Motobase 的黄色 AGM 电池。所以这次得到 Motobase 台湾这边赞助的这颗全新的 Hybrid 电池，那我就决定就贡献给阿迪这边的他的 CBR650， 因为它的电池到现在可能2017到现在没换过从来都换过嘛，到现在都还是原厂的电池那一，所以正好趁这次的机会，然后把你的电池给换新啦。谢啦。这个什么是 AGM 电池啊？那 AGM 电池呢？顾名思义，它是 Absorbent Glass Mate， 就是它在电池里面它是有陶瓷纤维的。那它的基于是铅酸电池的技术呢，它的陶瓷纤维会吸满了它的里面的硫酸的电解液。那所以它的好处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平易电池，就是它可以做成是密封式的电池，所以你在怎么摆不同的角度的时候，你都不用担心说它里面的硫酸电解液会流出来去损伤到你的车子这样。对。那 Hybrid 电池是什么？那 Hybrid 电池呢，它其实是混合了现在我们主流的2种汽机车的电池啊。那第一个是我们现在刚刚讲的 AGM 的铅酸电池。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个现在市面上也是蛮多人在用的磷酸锂碘电池。这种电池呢，它其实是有它各自的一个优点，但是也有它的各自的缺点。所以 Motobase 当初在研发这个电池的时候，然后就决定把这2种类型的电池把它截长补短，然后各取各自的一个优点去做成了这颗 Hybrid 的电池。那比如说我们知道铅酸电池呢，它的优点就是说电池的电容量比较大，所以说它可以蓄电力会比较好。可是它的缺点呢，就是说它的 CCA 的值就会比较低一点。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它的短时间的放电率会比较小一点。对于说冷车发动呢，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好。那磷酸锂碘电池它的优点就是 CCA 的值大，所以它的放电的速度快，所以你在启动的电流也会比较强。因此呢，磷酸锂碘电池就还蛮适合就是 B 型双缸的，比如说像是哈雷重机这种大排气量的车子，它去适用。可是同时，磷酸锂碘电池的缺点就是第一个，它的电容量就会比较小，然后再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价格比较贵。哇，讲了那么多，很好奇耶，可不可以开箱看一下？好啊，那我们现在打开来看一下吧。好，那我们现在来开箱吧。好吃的哦。那原厂总代理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专用的这个保卡。那你在坊间可能可以买到Motobase 的电池，但是它假设没有这个保卡的话，代表就不是原厂这边总代理卖出来的电池，所以你买的时候一定要认明说有这一张的专用的保固卡。它之后有什么售后服务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都会帮忙你处理这样。那这个也是他送的 Motobase 的贴纸，你可以贴在你的车子上面。赞助车队的贴纸有 KTM、Red Bull， 这都是非常有名的车队啊。那我们现在把这个电池拿出来看一下吧。好，那这是它的电池的本体，然后在电池的箱子里面，它还有附这个是它的所安装的电极，然后还有安装的一个配件的一个螺丝。此外，它还有附这个垫片。那这垫片是因为不同的电池呢，可能它在安装在你的车子里面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大小上面的一些尺寸上的差异。那这个垫片呢，可以让你去垫在旁边，让你的车子的电瓶方安装在车子上面的时候，它不会晃来晃去。你的机车在行驶的时候，最怕的就是里面的零件会晃动、震动，特别是电瓶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把它确实的给固定紧。然后这边这里是它的型号，然后它的电极的位置在这里，然后这是正极，
这边是负极。然后这一颗不像我之前我的 MT15，然后 R1 或 MT09 他们所用的AGN 的黄色电池，它总共有4个电极，那这个是只有2个电极这样。然后后面有一些使用上面的一些的警语标志，然后包含说这个东西日后要怎么回收或干嘛的一些标示。然后其他2面就是这样。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体呢，它几乎是一个全密封的状态。所以你这个电池你在安装的时候，你可以去用各个方向，可以是这样子正放，这样子倒放，你都不用担心说它有漏液的问题。那这个型号要怎么看？那在这个电池上面呢，它有它的型号。那基本上你的CB650F 它的使用的电池型号是 MHTD14S。那你当然同样的说，这个电池也就会适用于 CB650R 或是 CBR 系列650系列的这些车子这样。那规格呢？要怎么看？那规格上面呢，我们一般电池在看的时候都会先看，当然是电压，然后 CCA， 然后安时，然后还有它的重量，这是我们在看电池的时候评估它的一个基本的规格条件。那一般电瓶的电压大概都是在12吗？对，因为一般电池的因为我们一般机车的电压都是在使用12伏特，那锂铁电池呢，它可能电池的电压会比较高一点点，大概可能在13左右。那什么是 CCA 呢？CCA 的话就是人启动的电流。那原则上你在看电池的时候，这个值越大，代表说你这个电池它在短时间放电的这个能力就会越强。意思就是说，你的车子假设是不好发动的时候，你假设用了 CCA 值比较高的电瓶。那这时候你的冷车在发动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去发得起来。它的测试条件就是在华氏0度，也就是摄氏-18度的条件下，连续30秒用最大的放电量去放电，让它从12伏特去放电到7.2伏特。然后这时候你的放电的总放电量就是它的 CCA 值。那你一般我们常见可能除了 CCA 之外，还有 CA 的值。那我们知道说，电瓶呢，它在温度越低的时候，它的效率就会越差。那 CA 的条件，它是在我们的摄氏0度，然后所以它比CCA 的测试条件，摄氏-18度还要温度还要来得高一点。所以 CA 的值一般来说，它会比 CCA 的值还会再高一点。那什么是毫安培小时？那毫安培小时呢，就是我们一般在看电瓶它的电容量是有多大。那你的电瓶的电容量越大，当然它的电池的蓄电力就会越强。那同时呢，通常你的电池的体积跟重量也就会相对来说就会越大这样子。那它的重量是不是介在铅酸电池跟锂电池中间？没有错，因为这个电池它结合了铅酸电池还有锂铁电池，所以因此呢，它的重量上面大部分都会介在于铅酸电池跟锂铁电池的中间。那我们一般的机车，我们都是使用 AGN 的铅酸电池这边会比较多，那重量上面就会比较重一点，所以你换上这个电池之后，还会有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效果。那这次呢，我们很高兴 Motorbay 台湾这边提供了我们的2样赠品，所以我们决定说，就是在影片的最后啊，我们会抽出2位观众，然后这边会送他这个就是一个是啤酒杯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钥匙圈。那这2个东西要怎么样去抽到呢？那你就是等到我们影片中间，我会跟你们讲说要怎么样去抽的方法。那就请大家密切的注意影片的内容咯。对，那不同的车型要怎么样看电池的型号？在它的官网里面，它都有一个表，有列出说所有厂牌，然后所有车型它所适合的电瓶的型号。所以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上诚毅国际的官网这边，可以去看 Motorbay 电池，然后它的页面里面就会有所有的机车适合的机型的型号。还有一个问题耶，什么样的骑士适合这种 hybrid 的电池？那像比如说你的用车习惯跟你的车种，它第一个是因为这个电池是 hybrid 电池，它结合了大容量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能为耐久放然后的电池。那另外它的一个放电率 CCA 值是比较高，所以因此呢，它适合说，比如说你的车子是大排气量或是多缸数，然后你的骑乘习惯呢，可能也是1个礼拜可能骑的次数也是比较少，甚至说像我们在台北嘛，然后你可能有时候一下雨就是1-2个礼拜，你的车子都没有办法去出勤，所以可能车子就一放就是放2个礼拜不能动，然后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电池就会蛮适合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把电池给换上去吧。OK， Let's go。那我们现在先来
量一下你的这颗原厂电瓶，现在大概放了1个礼拜吧，然后看一下现在电瓶的电压多少。12.6，其实还算是正常。正常。接下来我们把电门打开来看电压掉多少。你把它打开来。稍微掉了一点点到12.1、12.2左右。那我们换电池要先把它的这个固定的这个先拆起来，这样固定的先拆起来。然后你要小心这些电极哦，因为电瓶的这些正负极啊，然后千万不要直接的让它去接触，不然它就会放电，就会很可怕。在拆电瓶的顺序的话，我们一定是先拆负极，然后再拆正极。然后你看负极上面有很多的这些接线是，你可能之前然后可能有装一些这些行车记录器啊，它这些这个接线，那记得等一下都要把它装回去。然后看像这些正极的跟负极的线，觉得要很小心的，不要让它们会互相接触到。然后才是正极的部分，先把负极给移开来。好，然后你要确保你的电极不会碰到金属的地方，然后小心翼翼的把电瓶给抽出来。这个是泰国制的电瓶，电池的电量是9.1安时这样，然后 CCA 呢是130 CCA， 很明显的这颗新的电池的重量轻很多，这个电池真的好重，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好啊，哇，真的有差哎，大概差了两三公斤应该有哦。这个很重啊，然后这个很轻，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把这颗新的Hybrid 的 Motoback 电池给换上去，像我们安装的时候的摆放呢，不是这样摆，我们要这样子摆，这样子，因为接线的地方在这个位置，这样，然后所以它这里有这个配件，我们要把它给装上去。那它这里有这2个电池是比较短的，这个比较长的，然后这个是放在这个电极下面这边用的，这样比较短的螺丝锁在这个地方。那因为等一下我们是要从这边装嘛，所以这个孔的地方就是朝这个地方。如果你是要从这边装的话，你的孔就是朝上面。OK， 再次注意一下，那个负极在这个位置，正极在这个位置。好，确认都不会晃动。然后我们先接正极，刚刚好进去的时候。好，锁好之后，一定要确实的盖好。好，负极在这边哦，正极在这边哦，不要接错。接错就买单。像我这些充电的啦，或者是那些安装上面一定要锁紧。然后这样就 OK 了。再就是要把这个固定的那个皮带一定要装上去。好，让它不会动。电线呢就这样走，这样子，这样，好吧，漂亮，搞定。好，那我们来量一下它的电压是多少。13.29，这是新的电瓶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把电门打开来，电门打开变13.13，才稍微下降了一点点，到13.11、13.1左右。好，那我们现在电瓶装完了，那来感受一下 Hybrid 千里电池的强大的启动电流吧。OK。有吗？有感觉吗？差那么多。吹一下，吹一下。有觉得比较有力吗？
有啊，有差，感觉有差。有差啊。嗯，启动一下，好，熄火。所以看来它启动起来的感觉确实有比较好嘛，对不对？对。我觉得，不过当然是可能你原来的电瓶也是旧了啦，然后它的本来 CCA 可能也会掉。嗯。不过其实你在发动的时候应该有感觉到说，它启动的那个力道，应该跟原本的电池即使是新的，应该也是会有一点，应该也是有蛮大的差别。对，光是你在开那个电门的时候，感觉整个东西醒来的那种感觉，好像就已经有不太一样了。对吧？然后发动的时候，那种 power 的力量还比较大一点，对，比较有力，而且特别你的是4缸的车子，那种感受应该会更明显。对吧？在 Motobay 的官网这边，他有拍一部影片，就是他实际找一台哈雷机车，然后来让它装上 Hybrid 的这个电池，然后启动电门之后，让它实际放电1个钟头，然后放电完1个钟头之后，再连续启动10次，然后来看看说是不是在经过长时间放电，然后它的启动的这个能力还是一样的强劲。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影片。Hybrid 的这个电池呢，其实还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的蓄电力其实也是不输给 AGN 的铅酸电池，可是我们刚刚只能够验证说，启动的这个时候发动的那个感觉是不是有比较强劲，但是要怎么样去测试说它可以比较耐久放呢？你的意思是说要我放个几个礼拜不骑车的意思吗？那你就放个2个礼拜好啦。什么？好，那我们来看看你的这台机车的电池，这个 Hybrid 的电池，我再放了2个礼拜之后都没有动的话，它的电池的表现怎么样？好啊，开箱。好，2个礼拜都没有动，真是辛苦你了。对啊。那我们现在是车子还没有开电门前的电压，先量一下。13.1左右，13.17左右。好，那你把电池，你把车子的电门给打开。电门打开之后，降到13.0左右。这样正常吗？对啊，这样其他的几乎的压降是非常少的。那接下来你把车子给发动看看好了。好，那我就发动看看咯。好。有哦，还是一样非常容易的一触即发的感觉哦，对吧？哎呦，不错不错。好，那在影片的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公布一下，说这次的赠品的抽奖方法，它就是欢迎你在这部影片的下方的留言处，那留言上面写说，我最喜欢 Motobay Hybrid 千里电池的什么特性。那1个月后，我会随机抽出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然后会公布这些得奖的这些名单，然后把这些赠品再寄送给大家。那就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欢迎各位按赞、订阅、加分享，记得开启小铃铛。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下次见，拜拜。那我们这次谢谢那个 Motobay 提供这个千里电池，那它有附送小贴纸，那我打算把它贴在这边。帅哦。OK，赞。